Dios cuando lleguen de la presencia de Dios paseen alrededor de todas 3 vueltas.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下午3点40，游完双龙寺，了解了双龙寺的故事之后，从双龙寺坐电梯出来，小朋友们决定体验一下素贴山僧侣步道，穿越丛林徒步下山。自古以来，从兰纳王国时期，清迈的佛教信众就一直到素贴山朝圣，从而开辟出了一条稳定的林间小道，直接从山脚下通向山顶的金庙双龙寺。徒步旅行不仅可以观光，同时还能锻炼身体。普通的锻炼可能会让你感到疲惫，但像徒步旅行这样在大自然中进行的锻炼，应该会让你感到非常的有趣，甚至忘记疲惫。其实严格来说，全长7.2公里的往返步道素贴山僧侣步道分为2段。从手机地图上来看，第一段是从山脚下到帕拉寺，山脚下的入口标注为帕拉寺登山口。第二段则是从帕拉寺到双龙寺，临近帕拉寺的入口标注为素贴山僧侣步道。按照手机导航，需要从双龙寺往下走一小段公路才能到僧侣步道的入口。今天小朋友们选择下山时来走这条步道，也算是体验一下素贴山丛林穿越了。眼看着马上要走进丛林，旁边架电线杆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小朋友们走下去没有问题，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就能到帕拉寺，那就不耽搁了，开始下山。从这里有一条岔路可以通向双龙寺的后门僧院，据说之前有人这么走可以逃过双龙寺30泰铢的门票。走入丛林，顿时感觉进入到了原始社会。虽然有陡坡，有横在路上的粗树干，但小朋友们慢慢下倒也都没有问题。有些树根看上去好像大蛇，当时心想这里不会有野生动物出没吧，毕竟走在小路上几乎见不到人了。刚才提到通常所说的僧侣步道，我们现在走的是第2段，比第1段要陡一些，难走一些。这一段路没有岔路，沿着小路一直走下去就行。其实通常本地人并不怎么走这条路，更多的是喜欢徒步的欧美游客。一路上确实遇到了几位由此上山的徒步游客，打过招呼后各自继续前行。据说僧侣步道的第1段路是从清迈动物园后门或清迈大学后门附近的帕拉寺登山口进入，一直通向帕拉寺。之前咱们聊过，帕拉寺可以说是一座休息寺庙，当年驮着佛骨舍利的白象在此地休息过。后来人们通过僧侣步道去往双龙寺，也大都会在帕拉寺吃饭歇脚。严格意义来说，僧侣步道指的就是从山脚下到帕拉寺这一段路。他们要叫一块叫啊。据说帕拉寺的僧侣去往清迈市区，基本上也都是走这条路向下山的。而且此路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路边的树干上会绑着僧袍上的橙色布作为导航标志，这也被称为树禁，是佛教僧侣将橙色织物绑在树上的一种仪式。人们相信树木可以保护每个人免受巨大的危险。据说现在绑橙色布的小路基本上都是游客徒步的路线了。僧侣们现在每天会行走在一些新的小路上，以免受到游客的打扰。也就是说，僧侣们仍然有步行和冥想的小径，游客们则仍然可以享受曾经的僧侣步道，前往帕拉寺的乐趣。如今的帕拉寺可以说是一座被遗忘的寺庙。帕拉寺原意是建在倾斜岩石上的寺庙，
也被称为僧侣之路寺庙。因为隐藏在素贴山森林中，那里没有人群，没有商店或者小吃店，最初被用作前往素贴山朝拜的人们的休息场所，是一座古老但充满生机的寺庙。据说1927年1月22日至2月5日期间，第一位访问清迈的却可谓王朝国王拉玛七世国王巴查提普和王后兰拍潘尼还坐着轿子通过僧侣步道参观了素贴山中的帕拉寺呢。僧侣步道的这第二段路上，越走感觉越平坦。经过1个小时的丛林穿越，我们走到了公路上，沿着公路转过一道弯就是帕拉寺了。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本想继续从帕拉寺沿着僧侣步道下到清迈大学，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了。今天的丛林穿越就只能到此为止，传统意义上的僧侣步道，我们也就只能暂且先放弃了。站在路边，随手招了一辆下山的红色双条车，直接回宁曼路吃晚饭吧。到站是按这个小人。其实从清迈城到素贴山双龙寺最方便的交通方式就是红色双条车或者Grab打车。通常上山的双条车会集中在清迈动物园门口或清迈大学的门口。那边有走着上跑着上山。今天上到素贴山正赶上普平皇宫不开放，所以只游玩了双龙寺和第二段僧侣步道。本来小朋友们还计划去清迈大学里转转呢。因为在曼谷的时候，小朋友们在朱拉隆功大学里游玩得很开心。那刚才那哥们儿估计拦了车也下去了呗。以为清迈大学同样会更开心，不过没想到的是，听说去清迈大学游客必须买门票，而且在校园里只能乘坐指定的游览车，似乎并不能自由行走。后来小朋友们决定还是算了吧。不过说到清迈大学，确实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儿，那就是清迈大学迎新生徒步登素贴山拜佛塔活动。因他农山是泰国人的神山，而素贴山则是清迈人的神山。自1964年清迈大学建校以来，每年9月都会举行这一登山活动，也可以说是传统的新生开学第一课。从清迈大学到双龙寺12公里的公路路程，通常大约6个小时的徒步时间。学生们就是沿着这条公路排着队上山的，有些早的可能凌晨3、4点就开始登山了，好像游客也能加入到登山队伍。其实平时这条公路上也能看到徒步或跑步的游客。要说这条从清迈城通往双龙寺的公路，也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呢。在1935年之前，还没有这条素贴山盘山公路，人们去素贴山双龙寺都需要走僧侣步道。那一年，素有工程师高僧之称的古鲁巴斯里维猜招募大量志愿者，开始修建从清迈城到双龙寺的公路。他们花了5个月零22天，完成了公路的修建。从此以后，行走素贴山僧侣步道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而曾经僧侣步道的终点帕拉寺也慢慢变成了僧侣的住所。斯里维猜是南奔的一位高僧，他主持了泰北许多寺庙和其他公共工程的修复和建设工作。目前在素贴山脚下怀开路的尽头，有一座纪念斯里维猜的纪念碑。据说在帕辛寺、松德寺以及素贴山的山顶都立有斯里维猜的铜像。全泰国最大的斯里维猜雕像位于南奔的多伊提寺。这些都是泰北当地人积极向斯里维猜致敬的活跃场所。坐着双条车沿着怀开路回到宁曼路，我们下了车。小朋友们确实都感觉有点累了，晚上一致决定去吃宁曼路上最有名气的邓丽君最爱泰北咖喱面。那这泰北咖喱面到底有多好吃？这跟邓丽君又有什么关系呢？咱们下期继续吧。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记得关注三叔，我们不见不散。